白老师啊，白老师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没事儿。白老师啊，你怎么知道那封信没用呢？你小两口和好了。想要当一个好医生，你的眼睛里不仅要看到病，还得看到人。这半天你就没看到那个小姑娘看到小伙子的眼神啊？他是会因为一个肺炎克雷伯爵就不爱他了吗？哎，这不是肖医生说的话吗？哦，怪不得肖医生一番话就把那个孙志给劝住了。行啊，白哲，和肖燕越来越合拍了啊。羡慕啊！喂，今天下午我在你们网站买了一双鞋，怎么还不发货啊？你们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，下单之后2个小时肯定会发货。现在已经离下单快10个小时了，你们再不发的话，我直接去投诉了啊，去工商局的网站投诉你们。行，我等着你们。这么没有诚信啊！建议小孩子，建议小点，小心点啊！没事没事吧？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马上到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小心，转弯了，转弯了啊！患者28岁，怀孕32周，吃饭的时候感觉腹痛。哎呀，你们快看看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千万别让他们母子出什么意外呀！您是哪儿疼？这里的这里确认吗？怀疑是急性阑尾炎，要做一个血常规还有 B 超检查。不能做，我们要做 B 超确诊。做 B 超有辐射，会影响他们母子俩呀！对，不能做。 B 超是没有辐射的。你糊弄谁呀？做 B 超在肚子上划来划去、照来照去的，怎么可能没辐射的呢？妈，B 超真没辐射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你快跟妈说呀！哦，对，马医生说的没错，B 超没辐射啊。真没有啊？啊，对，真没有。哎呦，都是外国名儿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哪弄得清楚啊？行了，现在您放心了，就请家属到旁边等，好吗？到外边去。好，来，家属请到外面。准备 B 超检查吧。哎，你们这是把他拖到哪去啊？患者得了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，需要做手术。不行，不能手术。哎，患者家属，您先听我说，因为他现在呢阑尾肿胀已经非常明显了，浆膜层高度充血，周围也有明显渗出，如果不尽快做手术的话，会容易穿孔的。一旦穿孔，大量的细菌会被腹膜还有肠系膜吸收，进入血液循环，造成败血症，局部可能造成肠坏死，还有肠梗阻，会危及生命，这很严重，所以必须要做手术。你吓唬谁呢啊！我年轻的时候也得过急性阑尾炎，我只吃了药，不是好好的活到现在吗？手术也是有风险的，要是出了意外，他们母子俩怎么办呢？要万一流产了，我不活了！你别我们怎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？你们不要在这儿闹了，他现在病情非常危险，再耽误他万一有个好歹，你们想过后果吗？我说你这小医生怎么说话的？你这个老太太怎么不讲道理呢？人命关天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这别，这位家属，冷静有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你又是谁呀你啊？哦，我是急诊科的主任陆平安。这位家属有什么事儿说事儿，千万别动手啊，动手就犯。主任，他不让患者手术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个 EICU 还有很多事儿，你赶紧去忙去吧，这样我来处理啊。主任，去吧。活该！这位家属啊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抓紧换个治疗方案吧！啊，小金怎么了？把儿媳妇推进去。医生，呀，你怎么了？肖医生，他怎么了？怀孕了，急性化脓性阑尾炎。确诊了吗？那等什么？赶紧手术吧。你又是谁呀？妈，他是我家以前的邻居。邻居？你一个邻居，你跑这捣什么乱呢？阿姨，这样吧，那你先让小明手术，有什么话手术以后再说，好吧？问题就是家属现在不让做手术，说怕手术有风险。放心吧，现在医疗水平跟以前不一样，
我们给很多孕妇做过手术，一定可以保母子平安。医疗水平再高，这开肠破肚它总不是小事儿吧？不是这样的哈，你先冷静。你什么也别说，反正我们这个手术是不会同意做的。你赶快想别的方法吧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给你们医院没完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确实还有别的法子。既然这样，那手术先不做了吧。徐医生，副市长，我们先把小金推回。总算有个会治病的了。哎，依然。主任，家属的意见咱们不能不考虑啊。叔叔阿姨，这个急性化脓性阑尾炎确实挺厉害的。这样，你们出去跟肖医生和陆主任再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办。出去商量。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空气不流通，对小金跟胎儿都不太好。你们出去找个宽敞的地方商量。我跟她老公在这儿没有问题啊。对，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商量商量吧。给我看好了啊！放心吧，妈。我看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。阿姨年纪大了，思想传统了点。我爸妈也是为了他们好。你爱小金吗？当然了。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危害很大，你真的忍心看见他陷入危险吗？咱们家属再考虑考虑，好吧？这位领导，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啊！你说来说去还是这几句话，反正我是不会同意做手术的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人呢？我儿媳妇呢？人去哪了？啊！主任，患者家属是不是在外面闹起来了？那个老太太可不是个善茬。我知道，我不该瞒着你擅自做决定，给科里添麻烦。你让我做完这台手术，回头该怎么处罚，我没有意见。什么话？老太太那边再闹出什么事儿来，有我在这儿顶着。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台手术做好了。手术如果真出什么岔子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手术做好。他们母子俩没事吧？医生，我老婆没事吧？手术很成功，还好及时切除了阑尾。手术时阑尾明显化脓，随时可能穿孔，加重感染，影响胎儿。影响胎儿，那我大孙子怎么样啊？刚才通过术中对胎儿的监测，胎儿的一切都很平稳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我说你们这个医院呐，怎么全是这些没礼貌的医生呢？医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这样我陪你们去 EICU 等患者，好吧？好，谢谢陆主任。哎呀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吧？啊？不行，我得找医生去。哎，妈，医生刚才不都说了吗？小金一会儿就醒了啊。妈，不着急啊，咱再等一会儿。小金怎么找了这么一家人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吧？5年零3个月。以前我家和小金家是邻居，她是我们那片最安静、最善良的女孩。我一直觉得她会嫁一个特别好、特别优秀的男人，可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么一家人。你说这算是天意弄人吗？他自己也是不得已吧？是啊，谁都有不得已，谁都有苦衷。白医生，你的快递。啊，谢了。买什么了？狗粮啊，
要不然你离那么远就能闻着过来？你怎么可能送萧燕狗粮呢？我说你还有心情打我的岔呀？啊？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刚才那个急性化脓性阑尾炎的孕妇，你初恋吧？人都怀孕8个月了。哎，是不是刚才跑哪哭去了？这眼睛也没肿。哎，一边去！真急了？确实够刻骨铭心啊。我是搞不懂她嫁那家人，她那老公还有她那公公婆婆，真的是我都服了。所以后悔当时没求婚？是啊，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时光也不能倒流，抓住现在吧。哎，早上忙吗？嗯，还行。哎，你上次把脚磨了，没事吧？换了双鞋，已经没事了。哦。哦，我之前无意中和小光提过这个事儿，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上心，在网上给你买了双鞋，说是轻便透气，穿着也舒服，居然让我给你拿来。这是小光送我的呀。啊，哎，可能是平时给零花钱给多了吧。买都买了，试一下吧。没事，试一下，看看合不合适。来，白竹，这小光又给肖医生送温暖呢。哦，小光用零花钱买的，那你们先忙。小光这孩子真会挑牌子，这是经典款。真的假的？你还不信我？你看，这个比商场还便宜不少呢。小光这孩子是真靠谱。你傻呀？小光哪来的肖医生的鞋码？上回那竞争你忘了？又是白医生假借小光名义送的。肯定是为了讨好我们肖医生呗。我说你们俩就别八卦了，不记得上次被教训了。我们这回可真不是八卦，这白竹的意图也太明显了。白医生吧，虽然表面高傲冷酷，但其实内心还是个暖男。你看他送这些，先生，干嘛去啊？查房。那鞋怎么办？你赶紧放回去，人家肖医生还没说要呢。你就是对白医生有偏见。他这就是糖衣炮弹，你可别经不起诱惑。这鞋是真好。我听说你给萧燕送鞋，被昙花灵芝逮个正着。什么叫逮个正着啊？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，我还以为你要送个什么东西，弄半天就一鞋。我特别想问你是脑子抽筋了？你不知道送人鞋什么意思吗？送鞋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送女人鞋就是让女人离开你，这女人穿上鞋就跑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给你的初恋女友没少送吧？攻击别人是心虚的表现，是不是后悔了你？我从来不会后悔。白医生坐这儿，肖医生在这儿。肖医生，对不起，我一不小心说漏嘴了，处理话。白竹就是白竹啊，
谈个恋爱都能谈得全院轰动，吃个饭也能吃成食堂的焦点。别矜持，赶紧过去吧。吃不吃饭了？你们吃吧。唯恐天下不乱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是为了白医生和肖医生好。吃饭，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大家开个玩笑嘛，吃饭吧。喂，吃饭吃饭。肖医生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签个字。哎，有烦心事啊？是不是因为大家开你和白粥的玩笑了？其实大家没有为。我明白。哎，你看你啊，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而白竹呢，接触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她也是一个既有能力又善良的人。或许大家就是觉得，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会很完美吧。要是错过了，就太可惜了。你曾经错过了吗？算是吧。现在已经追悔莫及喽。体温38.9度。这几天吧，他一直说他有点发烧，哎，我太忙了，就没时间带他过来看，就给他抓点药吃了吃。他这2天一直跟我说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就真觉得他没事了，没想到今天烧得这么厉害。你是家属啊？对，我是他哥哥，早知道会烧得这么厉害，我前2天就应该带他过来看看。这样，先给患者做一个血常规和生化。好。可我没事，还说没事？你都烧这么严重，你早点告诉我，你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我早点把你带过来，是不是？你至于烧成这样吗？喂，哎，君君生病了，我带他来医院看看。你先吃吧，啊，医生要给君君做检查，我先挂了啊，先这样。哥啊，是嫂子电话吧？你先回去吧。说什么呢？你病成这样，我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院自己回去啊？嫂子会生气的。别说了，医生让你做检查呢，生什么气？哎，白医生，我有事跟你说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有啊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快来看一下！你等我一下啊，快点，这边。医生，怎么回事？他喘不过气儿啊，心率升得很快，血氧量88%。左侧后心音减弱，超声期。好。运进去。对。进去，来，没事啊，哥哥在呢。左侧胸腔有大量积液，胸腔闭室引流。我去准备。陈志，一会儿你来做。好。你也看见了，患者左侧胸腔有大量积液，他呼吸不好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积液导致的。但这个积液是怎么形成，现在还不清楚，需要做一个胸腔穿刺，把里边的水给排出来，然后拿去化验，才知道原因。这样我们也好对症治疗。就跟我签个字。好。心源不怕啊，哥哥马上回来啊。
一会儿把胸水拿去做常规生化和培养。还有，等患者一会儿稳定之后，引流到达800毫升的时候，关闭引流管。好。肖医生，刚才那个患者怎么样了？啊，比较稳定。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呀？白竹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要学习半年吗？我成绩优异，提前完成了培训。再说了，我要是还不回来，让人把你给抢走了，我多不合算啊！这什么话？你们先忙，我去查房了。哎，肖医生，肖医生忙着呢，别打扰人家。我也忙着呢。啊，白竹，你真的是提前结束培训，不用再去了吗？当然不走了，我就要在同山医院好好守着我们家白竹，免得让人趁虚而入。消息够灵通的呀，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我们家白竹这么优秀，我不耳聪目明一点不行啊！哎，那个萧燕跟我们家白竹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想听实话，不怕受打击。就算他俩真的是看对眼了，只要他们没有结婚，我就不会放弃的，我也不会受什么打击。只要你有这个心态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快点说说，他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实话，白珠确实喜欢萧燕，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喜欢。自从她收养小公以来，我很多年没看过她这样。这就受不了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那个小眼到底对我们家白竹什么态度？我怎么听说人家对他不冷不热的？你这个情报就不太准确了。据我观察，萧燕还是对白竹有那么一点点意思，但他却一直在明里暗里的拒绝白竹。这个原因我也搞不懂是因为什么。白竹这么优秀，她真把自己当仙女了？自己家了你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心态不是给人当女朋友的心态，是给人当妈的心态。你别管我什么心态，只要白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可以100%的确定，你不是给人当女朋友，也是奔着亲妈去的。这别管我是亲妈还是亲女友，反正白竹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你现在各项指标呢都已经恢复正常，出院之后注意保暖，千万不要着凉。有什么问题随时回医院复查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哎，白老师，哎，君君的化验结果出来了。血常规白细胞13000，C 反应蛋白85，胸水常规中蛋白和细胞数明显升高啊，看起来像是感染所致。医生，快救人啊！医生，快，这！医生，刚才还好好，突然之间就抽起来了。君君，患者无意识，全身抽搐，一直安静记住。好。怎么会突然发癫痫呢？去做一个头颅 CT。好。医生，我弟弟这是怎么了？等结果出来就知道了。所以手术之前要密切关注患者的血种。我会的。小野，郑冉杰，我有话和小野说，你回避一下吧。我去看一下3床患者。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呗。我知道白竹喜欢你，你呢？你也喜欢他吗？不管你喜不喜欢他，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，我喜欢他，我会和你公平竞争的。从 CT 上看啊，君君脑内有一个混合密度隐，看起来像是脓肿。脓肿？肿瘤吗？啊不，脓肿不是肿瘤。简单说，脑脓肿就是脑组织的化脓性感染，不是肿瘤，更不是癌。医生，你们说的这些都太专业了，我也不懂。那我弟弟这个到底严不严重吗？脑脓肿一般是由细菌或者真菌感染造成的。这个脓肿还没有成熟之前，我们建议保守治疗，让患者观察随访就可以。但这个脓肿不断在变化或者变大，或者说是它变得更成熟了，它压迫到了脑组织，影响到了大脑功能，那我们就建议手术把它给拿掉。当然，这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。那君君这个需要手术吗？暂时还不需要，但我们得弄清楚
他真正发病的原因，要不然以后很容易再次感染。他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能接触到细菌、真菌或者寄生虫呢？特殊的地方？他最近有没有去过人多的地方游泳，或者是吃了没有熟的肉？这个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这些情况我真的不是很清楚。那你也可以问问你们父母，打电话就问问吧。我父母去世了，君君现在跟我和我媳妇住在一起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我觉得还是去问一下君君吧，他的事情他自己肯定知道。我没游过泳。那你有没有吃过不干净的肉啊？没有，我都是吃我嫂子做的，不会不干净的。喂，我不是说了不回去吃了，你自己吃呀。那医生还在给君君做检查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把君君一个人丢在这儿，我自己回去了？小点声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现在正看呢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哥，你别跟嫂子生气，你回去吧。你别管他。哥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牙疼啊？啊？来，张嘴，我看看。安娜，口腔左后部有严重龋齿，牙龈表面有轻微磨损。那这么说，细菌可能通过龋齿进入血管，进而进入大脑，造成脑脓肿的。这就能解释通了。我们在菌菌的胸水培养中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，很有可能菌菌是因为龋齿感染，导致金葡菌入血，细菌顺着血流散播到了肺和脑，激发脓肿。医生叔叔，我这病会好吗？放心吧，会好的。我们会先给你用抗生素，但很有可能需要手术来排除脓肿里的脓水。行啊，那就手术吧。哥，我怕。没事，不怕啊，哥会陪着你的啊，别怕。你要不出去接吧？好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老去给我打电话，忙着呢。忍不住了。你龋齿很严重，疼了很久了吧？其实也没多疼，我能忍着。你这还不疼啊？多少大人都疼得死去活来的。我要说疼，我哥肯定会带我来医院检查的。我哥和我嫂子老是因为我吵架，我不想再给我哥添麻烦了。你嫂子对你不好吗？我嫂子对我挺好的，她给我洗衣服、做饭，还给我零花钱。她就是脾气不好，我哥脾气也不好。我们老师说这叫针尖对麦芒。我能告诉你们一件事吗？替我保密。好，你说。其实我刚才撒了个谎。上个周末我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游泳馆游泳，刚才我哥在这儿，我不敢说，我怕他又怪嫂子没照顾好我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大概率就是在游泳馆感染了细菌。你这个身体啊，很容易就被感染了，以后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。我不会再去了。下次不去哪儿了？啊，他说以后不吃甜食了。啊，牙都坏了，以后肯定不能吃甜食，知道吗？君姐，刚才你嫂子说了，她给你炖了鸡汤，晚上就给我们送过来。哥，你替我谢谢嫂子。待会儿她来，你自己谢她。哎，陈医生，白医生嘱咐了，出院以后呢，给君君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除菌。放心吧，陈医生，刚才护士长也说了，我这不赶紧去买了衣物除菌液吗？留着回家用。啊，记着啊，洗衣服之前啊，一定要泡15分钟。哎，放心吧，忘不了。大山，唐医生，您来了。医生来了。您这身体也恢复的不错呀，什么时候出院呀？是啊，都好的七七八八了，明天白天呢就要出院了。在出院之前，我特意来看看你们。您有心了。您这是？我觉得你们这些小年轻医生啊，每天都顾着给别人看病，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意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过那几个药方，你可能当耳旁风了吧？我跟你说过几个药材啊，我让我老伴都带来了，一会儿我写个具体的用法。唐医生，我说的这些药材的名称，你大概都记不得了吧？小医生，你别笑，你身体虽然看上去比唐医生好，可是你们医生啊，经常值夜班，长久熬夜，这是提前透支健康，很容易肝火旺盛的，所以要吃一些降火的苦寒药，
大黄、黄连、黄芩，哎，这3黄我都带来了。您的好意啊，我们心领了，但这药材我们真不能收。这些药用不了多少钱的，你们就收下吧。那我们也不能收，我们医院有规定，您这让我们犯错误呢。这也犯错误啊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您今天说的呀，我们记住了。等回头我跟唐医生空下来，到您那儿去，让您给我们看看，好好调理调理。不过那时候啊，您可得把我们当成普通的病人一样，收我们钱。好，好，好。如果你们工作忙啊，没有时间包药，在我那儿，我先给你们包好。您真有心了，您别光说我们啊，这刚做完微创，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得好好休息。你们还不放心吗？党参、甘草和黄芪，我老伴早就给我准备好了。您真棒。不打扰你们工作了，我先回病房去了啊。记得一会找我啊。记得呢。您自己能回去的？能，你们忙。老爷子身体真好。肖医生，你不会真去吧？为什么不去啊？你一个学西医的，又是从国外工作回来的，还相信中医这一套？你这个想法就得改改了啊！中医药学呢，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实践下来的瑰宝，凝结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智慧。而且西医跟中医本来就不冲突啊！你看这个老爷子自己是学中医的，生了病来我们这儿做手术，回去再用他自己的那一套调理。我明白了。就像肖医生和白医生，你们一个坚持人学，一个坚持医学，但你们两个并不冲突。肖医生，你最近是不是和白医生闹矛盾了？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呀？就是拼没事下头。但我最近就看着你有意无意躲着他。哎，说清楚啊，我可没有有意无意躲着白医生，而且我们两个呢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以后谁再说我们俩，把这套话送给他。然后你现在呢回去工作。听清楚没？就是普通工作关系。我不信。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咱们去哪儿？我去临奥路。师傅，麻烦你开快点好吗？师傅，师傅！白叔那种人，你就不能对他太含蓄，该闹就得闹。你这种人啊，我觉得就是太闲，应该让陆主任多帮你安排值几次夜班。哎，别呀！你看我脸上这痘，值夜班值的都严重了。你这个痘啊，是老天爷奖赏给你们这种职业女性的勋章，你应该珍惜。不过话说，今天晚上是挺闲的，都没。
你忘了咱们值夜班的大忌了吗？前方特殊被撞，血压90/50，心率140，车祸，患者坐副驾驶，头部外伤，伤口加压爆炸。什么情况？骑摩托车被撞的，血压90/50，心率140。患者情况：车祸，患者坐在副驾驶，头部外伤，伤口加压爆扎，其他生命体征稳定。怎么了？快报警！他是死了。先抢救。患者情况：右前臂骨折，血压104/82。听我的，来，1、2、3。两侧呼吸正常。报警了吗？别让他逃跑了。已经通知警察了。我们需要你家属的联系方式。我是孤儿。朋友呢？我没有朋友。费用我会自己付的。忍一下啊。生理盐水，来，快。纱布。头上还有玻璃碴，送清创室处理一下吧。血压还在降，超声机。好。快！脾脏内有积液，腹腔内部有大量积液，血压还是很低，要不要做 CT？不行，现在情况不够稳定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去联系一下胃肠外科曹主任，让手术室准备好，马上把病人送过去。联系血库，手术备血。好。这么说，他一直在跟踪你，你确定吗？我看得很清楚，他一直跟踪我上的那辆出租车，他肯定就是那个尾随袭击女性的色狼。怎么样了？我去查看了车祸发生之前附近街道的监控视频，确实有一名年轻男性一直尾随他，后来还骑着摩托跟着出租车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名犯罪分子。麻烦带我们去看一下那名男性患者。跟我来吧。好好休息。谢谢。这位就是骑摩托车的那名患者。怎么了？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。这名患者是最近几起袭击女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他大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这还不好说。患者脾脏破裂，虽然手术切除了，但大量出血导致低血容量休克。那个是他的手机吗？嗯，在他衣服里发现的。啊，我看看。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吗？嗯，这样，你找个人看着他，醒了以后立刻告诉我。好。手机我们得带走。姑娘，这次我得给你好好道个歉啊！要不是我，也出不了车祸，你也不会在这里受罪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单位有保险的，你这里所有的费用我都赔给你。嗯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再说了，你自己也受伤了呀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，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脚了。你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？没有啊。
送女人鞋就是让女人离开你，这女人穿上鞋就跑了。这女人穿上鞋就跑了。哎，忙了一晚上了，喝杯咖啡。嗯，谢谢啊。啊。马慧珍，马慧珍，马慧珍，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抽起来了，这样不行，赶紧打一针安定。多注意观察，有什么事叫我们。好。在车上他就是这样才出的车祸的。丁小莹除了有明显的头部外伤以外 ，CT 结果显示脑部有少量出血，出血量不大，不用做手术，得再观察一段时间。那马慧珍的抽搐会不会是车祸造成的？他是抽搐导致车祸，不是车祸导致抽搐。啊，面部抽搐，同时失去语言能力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啊，干脆让徐医生给你表演一下。突发抽搐，有可能是中风。肖医生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尿常规跟血常规无异常。尿认反呢？尿样反呈阴性，没有怀孕。尿认反准确率只有99%，没那么绝对。给他做一个 HCG 检查，再做一个核磁共振吧，排除一下大脑问题。再排除一下中风。好。行，没大事就好啊！医院给我打电话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是啊，好端端的怎么出车祸呢？徐医生、唐医生，患者家属来了。医生，我是患者老公，这是我爸。医生，我们家媳妇儿她的伤会影响她以后怀孕生孩子吗？患者是右前臂骨折，和怀孕没有关系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们刚刚发现患者有异常抽搐的现象。异常抽搐？你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这胳膊腿儿就好像突然之间不听话了。医生，他这是什么情况？还需要检查确认一下，有多种可能，有可能是中风，也有可能妊娠怀孕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医生，她怀孕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怀孕有可能异常抽搐。那她不是就抽搐了吗？就说明她怀上了呀！那太好了。爸，让医生把话说完啊。是这样啊，现在尿检显示没有怀孕，
我们需要进一步做血检才能确认。啊，抽血吧。回去，又来了，摁着他点。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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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。医生，他这怎么回事啊？等血检结果出来再说吧。我们还需要约一下核磁共振，检查一下大脑。还要检查大脑？他的病有那么严重吗？哎呦，爸，你就先别这么担心了，咱们就听人医生的。给他约明天上午的核磁。嗯。今天晚上我们再给你打一针安定，好好睡一觉。谢谢。谢谢医生。抽血吧。嗯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啊。慧珍呐，你知道你这是怎么闹的吗？你这就是累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的啊，出了院以后咱就不要再开出租了，再找一个清闲的工作干，好不好？是啊，这份工作就别干了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天天晚上不着家，还干它干嘛呀？爸，挺喜欢这份工作的。行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都累成这样了，还要做这个工作？爸，听我的啊，慧珍病好了以后，出了院咱们再慢慢商量。先好好养病啊。还吃吗？医生，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了，大脑没有异常，不是中风。血检显示，患者也没有怀孕。医生，那到底能不能确认我老婆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们接下来还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，因为有很多病症都会导致这种症状，例如亨廷顿氏综合征。医生啊，这是什么病啊？亨廷顿氏综合征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，多在中年发病，表现呢是舞蹈样动作。如果再严重的话，就会产生抽搐，就像你之前那样。那我老婆这个病是不是特别严重？是这样。这个病如果现在不治疗的话呢，患者会逐渐丧失说话、行动、思考和吞咽的能力，病情大约会持续发展10到20年，最终导致患者死亡。但是不要紧张，这种病很罕见。我们现在只是想排除这种可能性。爸，你帮慧珍去倒杯水啊！好。慧珍，没事啊，有我在，我觉得咱们不会这么倒霉的啊。没事啊，你喝口水。老公又来了！没事，慧珍，按住我！没事，按住我，老公！没事，不，他这个病要是治不好的话，以后咋生活呀？老公，你先让咱爸回去吧。好，爸，先给开点低吸汗吧。好，麻烦你们了，医生。应该的。你好好休息。不好意思啊，吵到你了。哎呀，我这病啊，会好起来的。我觉得你老公对你挺好的。我老公对我挺好的，我公公平时也对我挺好的，就是，不说他们了。姑娘，说说你，有男朋友了吗？没，我一个人。你怎么不找个男朋友啊？工作太忙了。
我还年轻，想再多奋斗几年嘛。奋斗一下挺好的，遇到合适的也要抓紧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就眼睛突然疼了一下。我帮你叫医生。没事没事，我可能就是没有睡好。看着都是我害的。真没事儿，我这又伤的不重，医生让我观察一晚，我想休息下应该就没事了。那行，那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啊。没事。突发的烦躁易怒，看来真的很像亨廷顿氏综合征。要不然咱们给他用些药。现在患者还没有确诊，就给他用丙戊酸，会毁掉他的肝脏的。可是他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，异常抽搐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。如果真是亨廷顿氏综合征，进展不会这么快吧？那究竟是什么病呢？快救我！把我老公叫来！慧珍，我在这呢。你先把针管放下，你先把针管放下。我不认识你，骗子！怎么了？骗子！患者好像糊涂了。谁糊涂了啊？我要见我老公，我要见我老公！慧珍，你听我说，你听听我的声音，我就是你老公啊！慧珍，听听我的声音，你听听我的声音啊！你不是我老公，你不是我老公！你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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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！现在我要见我老公，找我老公！哎呀！先把这机器办。好，行，我老婆怎么了这是？啊！你不要见我老公！亨廷顿氏综合征结果是阴性，可他所有的表现都符合亨廷顿氏综合征啊，异常抽搐，神经紊乱。不错啊，书背的不错。但是诊断疾病就靠背书的话，你早就是神医了。那现在的情况来讲，对患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啊。没错，可坏消息是你们得挠破头找病因了。白大神医，展示你能力的时候到了。以患者的年纪，是不可能自发的患上精神疾病。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家族病史。他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出租司机，夜班，还在一家超市兼职。你家属说他休班的时候会去摆摊卖一些手工艺品。身为一个夜班司机，那他的精力也太充沛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肯定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。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啊？这就得问你老婆了。吃什么了？你吃了什么了？赶紧跟医生说呀！医生，那这跟他的病有什么关系没有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怀疑他服用过一些药物，让他保持精力充沛，可能就是这些药导致了他现在的症状。你快说呀！爸，不会的，我吃的是聪明药。什么东西啊？聪明药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药物，但这个药物呢，副作用非常大。健康人长期服用的话，不仅不会提高注意力，反而特别容易上瘾。还会上瘾？你吃这个干嘛？长期开夜班出租很累吧？我前段时间状态不太好，整天没劲儿，我就担心开车的时候万一出事儿。后来就被同事要了几粒，我试了试，还挺管用的。回家，等你病好了，再说什么咱也不敢这行。医生，我吃这个药跟这个病有关系吗？过量服用聪明药就可以解释你现在这些症状：异常抽搐、精神紊乱。可是我没吃几次啊。每个人的耐受性都不一样嘛。车祸之前你服用了吧？吃了1粒。这样吧，在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如果的确是聪明药引起的副作用，那么这段时间只要你不吃，这些症状就会消失。千万别再吃了，一旦上瘾很难戒掉的。有什么事儿再找我们吧。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吃那干什么？慧珍，你说好端端的，你吃那些药干什么？难怪你这样了。我看呐，8成就是吃这些东西吃的。爸，慧珍她这也是为了工作嘛，一个破工作，又挣不了多少钱，有什么好干的？
慧珍，爸说的对，咱不干这个工作了。好好好，先不生气，先好好休息啊，先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，回头说。肖医生，你快去看看那个患者吧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医生马上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医生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先别紧张，先别紧张，来，先躺下。联系眼科做眼部检查。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。他一个孤儿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要是眼睛再坏了，他可怎么活呀？刚才的检查不太乐观。喂，肖医生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丁小莹眼内出血，双眼角膜破裂，虽然还有光感，但是几乎失明了，需要缝合眼角膜。也就是说，我再也看不见了。你现在的伤势呢，导致角膜缝合无效，但是如果后面可以找到适合的角膜，通过移植，你还是可以复明的。我听说角膜很难找，僧多粥少，而且还要等的。爸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就说说呗，这是事实啊。这位家属，不懂的请不要乱说好吗？谁不懂啊？这新闻里都报道了。医生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说这位医生怎么说话的？谁胡说了？爸，别说了啊！别说了。是，我不也是为这姑娘着急吗？哎呦，爸，你坐对不起，爸，你该回去做饭了，走。怎么不了解清楚情况就乱说呢？对不起啊，医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相对于等待角膜移植的人来说，角膜的供体确实数量偏少，但是我们会尽力帮你找到合适的角膜，让你重获光明。谢谢你们。你现在这样的情况，还是需要有人能照顾你。我没有人，我还有些钱，麻烦你们帮我找个护工吧。你还要再住一段时间 ，EICU 护工的费用不少钱呢。像去个卫生间啊、打饭什么的，我们护士就能帮你。是，我可以帮你。谢谢你们，不用了。你们每天工作这么忙，有这么多人需要照顾，我不能麻烦你们。而且我存的钱够用。以前我拼命工作，就是想着有一天，如果我生病了，能够有足够的钱找人来照顾我。我做到了。医生，小姑娘护工的钱我来出。要不是因为我，小姑娘也不会在这儿受这些罪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您。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您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公司会赔偿的。姑娘，真的不用了。我真的谢谢你，也谢谢你们，但我真的不想麻烦你们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尊重你的想法。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。那就麻烦你们帮我找个靠谱的护工吧，谢谢你们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找最靠谱。谢谢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那女孩真是太可怜了。她刚才说她努力工作，就是怕有一天生病了没人照顾的时候，我心都碎了。是啊，我们想帮她，她就说不想麻烦我们，懂事让人心疼。生活本来就不容易，她又只有一个人，出了事儿都没有人照顾，就更不容易了。咱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能帮的话就帮帮她吧。她应该找个男朋友，
至少有个伴儿能帮他分担分担。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自己强大起来才是正道。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像你啊！你要是不介意，干脆把陈志介绍给他得了。那我谢谢你啊，省着他天天黏着我，我最讨厌这种黏黏糊糊的人。陈志喜欢上你，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谁倒8辈子霉了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别打听女孩八卦。哦，哎，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吧？你去呗。那边人多热闹啊！是女人多吧？女人不是人，当心唐望听见给你急眼啊！哎，你最近跟萧燕有点奇怪了。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就喜欢人少的地方，空气好。哎，你那个车祸的小伙子怎么样啊？还在昏迷呢。你说他到底是不是袭击女性的色狼呢？医院里只有患者，没有色狼。赶紧吃饭。睡着了？对，睡着了。饭我给他拿来了，一会儿等他醒了喂他吃。还有护工的事儿，你让他别着急，我给他找着呢。好。唐医生，怎么了？我想求你件事儿。你说。我这次车祸会影响到怀孕生孩子，对吧？不会的，放心吧，你受的只是外伤。那我吃了聪明药也不影响吗？根据一些文献，是说长期服用聪明药会对胎儿神经发育造成一定影响，可是停用就没事了。再说了，你用的量和时间都不多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想求你跟我老公和我公公说，我这次车祸子宫受到伤害，不能怀孕了，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，你看行吗？你是想让我帮你骗他们啊？求你了，唐医生，我真的不想生孩子。你不想生孩子，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不想生啊。怎么说啊？我公公就想抱孙子，我老公虽然不说，但是我知道他想要个我们的孩子。唐医生，我老公真的对我很好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你不想让你的家人失望，但自己又不想生，就想借着这次意外给自己找个理由。是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唐医生。妈，你说，我一想到生孩子，我就害怕，害怕的浑身发抖。为什么呀？没关系，你可以不说。唐医生，我说，你一定替我保密啊！我虽然没有你的身世和经历，但我非常理解你不敢生育的心情。谢谢你啊，唐医生。但我身为医生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们医生也有自己的行为规范。你不是理解我的一系列经历吗？是，没错。可是首先，你要先向他们说出你的苦衷，你要和他们沟通，我想他们会理解的。唐医生，你还没结婚吧？这跟结没结婚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没结婚是不会懂的。好了，唐医生，不为难你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吧。现在人真该学学好好沟通。是不是又想说人家家属的私事了？
我是很感慨，从他们那儿我体会到很多沟通的问题，也算是防微杜渐吧。别再讨论患者的家事了，小心怒妈听到了骂你。哟，都快12点了，下班赶紧回家休息吧。我现在气得高血压都犯了，根本睡不着。最近不太安全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你那还没我自己回去安全。你不怕被犯罪分子劫财劫色啊？他不是已经被控制住了吗？啊，也对，要他从 EICU 爬出来劫你色，确实有强人所难。无聊。怎么了？是医院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到哪儿了？在回家的路上。啊，你是打车吗？是啊，到底怎么了？那你是一个人吗？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是几个人？那你看看，司机像不像坏人？你神经病啊！没事，我挂了。又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想问你，你现在到哪了？刚刚1分钟之前才给你挂的电话，我还在回家的路上。那你看了那个司机是不是坏人呢？有事没事，没事我挂了。不值夜班在这干嘛？徐老师啊，我一直给唐华打电话，唐华就是不接，他会不会出事了？出什么事儿？你有病吧？赶紧值夜班去。头颅 CT 检查提示蛛网膜下腔有出血的可能，但腰椎穿刺结果未见血性脑脊液，是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。可脑脊液的常规细胞数、生化蛋白、氯化物、糖都在正常范围啊。喂，白医生，5号床的患者醒了。你脾脏破裂，我们已经帮你手术切除了，经过输血、止血治疗。医生，我昏迷了多久？丁小英她怎么样？谁？就是一会儿跟他送过来那个女孩。她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双眼角膜破裂，缝合无效，失明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她还能治好吗？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，变态。他到底还能不能治好了？只要找到合适的眼角膜，还有希望复明。我能去看看他吗？不行。眼角膜好找吗？白医生，哎，他现在怎么样？刚醒，还比较虚弱。罗光良是吧？我是。你们？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。我们怀疑你跟最近发生的几起袭击女性的案件有关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袭击女性案，你们误会了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我认识他。车祸当晚11点半，在团结社区西路，你为什么跟踪他？不是要跟踪他，我是想保护他。我是团结路便利店收银员，离我们店不远有一个咖啡馆，他在那儿当服务员。他们咖啡馆不管饭，他经常来便利店买便当。他说话很温柔，但是好像没什么朋友，总是一个人来店里把便当吃完再回去。很多人吃完便当都会留下很多垃圾，但他不会，他会吃完了再收好带走，还会用自己带的湿巾把桌面擦干净。她是一个很善良很细心的女孩。所以你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他。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喜欢吧。
因为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想他，想见到他。他每周会有一天休息，那天我都会很难受。后来我发现他的眼神里有一股淡淡的忧伤，让人心疼。那个丁小莹是孤儿。我也是后来听他同事聊天，我才知道的。自那以后，我知道他要来，总是把最好的一份便当藏起来留给他，但他从来都没有发现我。你可以再主动点啊！他不想被人打扰。我见过人跟他告白，是他的同事，人看着也挺好的，但他拒绝了。我知道，他就是不想跟任何人接触，就想一个人默默地活着。他习惯了孤独，所以无论是朋友、爱情，对他来说都太复杂了。能给他最好的爱，就是不打扰。他们下班很晚，他住的又远。听说了那几起案件之后，我很担心他，所以才会偷偷的跟着他，直到他每次上楼，我才回家。那你是想保护他？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存在，可那天还是被他发现了。他以为你是坏人，所以他报了警。警察同志，医生，我刚才说的这些，请你们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他，好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咱们真不应该没搞清楚状况就把人家当成色狼、流氓。那改天有功夫去给人道个歉吧。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个温暖的爱情故事，两个孤儿孤独的爱。他说的那些啊，我特别的理解。真正的喜欢，首先就是不打扰对方，你理解吗？我理解啊，我觉得。喂，真的？你来上海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？今天晚上有时间啊，那等你开完会再跟我联系呗。咱们今天晚饭见了。晚上你要出去吃饭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开车送你去啊，晚高峰不好打车。用不着，我坐地铁，绿色出行。那你去哪呀？地铁到得了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能不能去忙点正事儿啊？跟谁吃饭呢？要是难的话，其实也可以中午吃饭。请你立刻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我觉得哎呀，他是想逼死我，是挺烦人啊。他就是个控制狂，他想控制我的生活，控制我的自由。我忍不了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咱们这是要去哪呀？你晚上不是有饭局吗？饭局我不去了。不去好，不去好。这大晚上出去也危险。咱们现在去哪呀？我妈来了，等我下班。阿姨来了，那我要不要换身衣服，让阿姨看看我最好的一面？是，以后你都不用在我妈那儿假装有男朋友。唐花，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？你做的每件事都惹我生气，我现在一见你就来气。唐花，你要冷静啊，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。我已经3思、30思、300思了。你想，阿姨这个时候来，你要是跟阿姨说这个事情，那阿姨已经……我宁可被我妈折磨，也不想被你折磨，明白吗？我还有患者，我先走了啊。我真的有患者啊！哎，我真的有患者啊！你一说让我来接你下班，我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儿。哎呦，你看小陈还害羞了呢。妈，
这件事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我懂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谈了这么长时间了吗？是应该考虑结婚的事情了呀。陈志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当然，等你结婚了以后，他就是你老公了。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，我给您说实话吧，我俩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婚。瞎说，你们两个年纪都不小了，干嘛不结婚？为什么不结婚？你们就是应该考虑结婚的事情了嘛。我跟他从来都不是男女朋友，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假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被您逼得没办法了吗？我就找陈志过来，假装是我男朋友。我俩从头到尾都只是普通同事关系。不是，这鬼鬼祟祟，干嘛呢？让患者看见多影响 ESU 形象啊！谈话把陈志是他假装男友的事跟他妈坦白了。这么精彩！小陈啊，谈话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什么你的家庭背景，什么你父母做跨国古董生意，这些都是假的吗？都是你编出来骗我的吗？啊？阿姨，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，对不起。您不用这样瞪着我，我也是被您逼得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。今天我说出来了，还挺轻松的。你长大了，为了骗你妈，居然连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。好，所以啊，您以后就别再逼我结婚谈恋爱了，因为您逼了也没用，搞得咱俩都挺累的，何必呢？妈，您就不发表点意见？没空。手机挺好玩的，没玩。我要打个电话。您要给谁打电话呀？喂，七妹啊，我大美呀。哎呦，我们家花儿又单身了。谁知道呢？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这样，弄得像玩一样的。哎，不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个国企的小伙子吗？就是那个腿有点瘸的那个。哎，腿瘸没关系啊，又不耽误走路了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哎，再说了，我们家花儿呢是医生，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呢？好，那你就把他的联系方式发过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啊！再见，拜拜。唉，妈，您是要干嘛呀？等一下，让我给你三舅妈打个电话。我求求您了，您就饶了我吧！啊，哎，小莲啊，我们家花呢又单身了。你上次不是说有一个什么远房亲戚那小伙子挺帅的那个啊？得肝炎了。肝炎没事儿，肝炎会好的嘛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唐画是医生嘛，到时候啊给他治疗治疗啊。那这样你就安排安排，让他们两个见见面，好吧？妈，刚才呢，我是跟您开玩笑呢。小莲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我要挂了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是跟唐话说刚才跟您开玩笑呢。那就是说，你们两个是好好在谈着，没有骗我是吧？我们俩是在谈恋爱，您就别瞎张罗了。既然你们两个好好谈着，那我还瞎张罗干什么呢？小陈啊，明天到家里来吃饭啊，我做点好吃的，一定要来啊！好的，阿姨，我明天一定去。
妈，想说什么？想说你刚才又骗了我。你们确实没有谈恋爱。您都知道呀。你妈我又不傻。您知道您还……哎，小陈虽然不是我理想的女婿，但我也是为你着想，这也是个本分的孩子，好吧？您既然都知道我们是假的了，咱就别折腾了。我看小陈对你挺上心的，那你现在是假的，将来就有可能是真的了呀。不可能，你妈活到现在就明白一个道理，世界上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哎，今天这个事儿真是跌宕起伏，幸亏结果还不错，是吧？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当好这个男朋友。不是，我说是假男朋友，假男朋友，我争取让你还有阿姨都放心。你没事干是吧？干嘛老在我这儿待着呀？你给我出去！革命尚未成功啊，继续努力啊！来，我帮你检查一下，疼的话告诉我。医生，我的病是不是不太好？刚做完手术，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。